苦楚之战第二章，会中订婚宴第二集。林浩恩之妹代兄求婚。严宝莲与丈夫江成业的相识很偶然。那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江成业，应朋友邀请到青年团契聚会。他刚进门，朋友就说：“有请严宝莲弹唱叫我如何不想他。”朋友知道江成业喜欢这首歌，这歌由刘英学子创作，他们感受相通。宝莲本想拒绝，因这歌并非赞美诗，但那朋友说先投其所好，给新来聚会的江成业唱这首，以博得他好感，让他常来聚会。宝莲只好答应，自弹自唱。天上飘着些微云，地上吹着些微风，微风吹动了我头发，叫我如何不想他。他刚唱完叫我如何不想他，江成业站起来走到他身旁唱道：月光恋爱着海洋，海洋恋爱着月光，这般灭死的阴夜，叫我如何不想他。那时宝莲刚从教会女中毕业，来青年团契不久。聚会后江成业就追求她，当时还有几位追求者，但他选择江成业。他愿婚前多读圣经，信而受洗，归入基督。他受洗1个月后，他嫁给他。结婚时严宝莲19岁，江成业征得在纺织厂当老板的父亲应允，婚后资助宝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英国文学系。宝莲未毕业就在上海天国之音电台当主播。生孩子前几天，他还在播音室工作。孩子周岁又回电台，每周工作2天。严宝慧羡慕姐姐，婚后还能工作。礼拜天，宝慧见到姐姐宝莲，她对姐姐说，有一位叫徐永道的教官向她求婚。姐夫江成业插话说，我有高中同学也叫徐永道，同班同宿舍，这位徐永道是何方人士？严宝慧把徐永道的情况告诉姐夫。姐夫说，徐永道打光棍多年，原来是想当我连襟。宝莲对丈夫说，这徐永道人品如何？江成业说，他父母是天主教徒，家风醇厚，他笃信耶稣基督，原是天主教徒，后来接受新教。我看他跟宝慧挺般配，从前我怎没想到撮合他们呢？宝慧听姐夫这么说，心里有底了。从礼拜堂回家，她坐在桌前，准备给徐永道写回信。这时帮佣秦嫂进来说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有你一封本铺的信，昨天到的，我忘记拿上来了。宝慧一看，是老同学林木恩寄来的。原来就在宝慧离开笕桥次日，林浩恩忍不住给妹妹林木恩打电话，说他在笕桥见到严宝慧，支支吾吾流露悔意，没早让妹妹
把他介绍给他。他向妹妹透露，他在美国留学时信了耶稣，并已受洗，暗示妹妹如今的他与牧师之女严小姐有共同信仰。他挂电话前再三叮嘱妹妹不要让严小姐知晓他这通电话。林慕恩深知哥哥林浩恩厚道木讷，进攻性差，不善言谈，不会追女人，有心性脱俗，眼光颇高，宁愿单身也不肯随便娶妻。前几年父母常催张罗相亲，他都谢绝，爸妈只好由着翅膀长硬远走高飞的儿子。这么些年也没遇上合他心意的女人，这次给妹妹打电话，为表达对严宝慧的好感，林慕恩决定帮哥一把。他放下电话，就给严宝慧写信，在她和丈夫离开上海去香港前寄出。他们在香港办完事就去澳洲。信中他严守对哥承诺，未提他打电话的事，只说他哥单身，尚无婚约。林慕恩信尾问严宝慧愿不愿做他嫂子。严宝慧读完妹代哥写的求婚信，拿起林浩恩的包，包过水红绫的手帕，眼睛看着手帕，心思回到笕桥站，想起他递给他水红绫时的情景。他在心里比较徐永道和林浩恩，觉得两人都好。可是就算林浩恩对他有好感，但他本人并未表白。也许林慕恩只是想离开上海前帮父母办妥哥的婚事，而徐永道则亲笔写情真意深的求婚信。他想到眼下处境，暂居哥嫂家，哥嫂对他虽好，可寄人篱下终非长策。况且哥哥家快搬到南京了，从前好友都已成家，他感到形单影只，渴望有家室。遇到求婚者徐永道，答应徐永道的求婚应是明智之举。怎么写信，怎么写回信才算得体呢？他坐在桌前反复思忖，回信要写的不失矜持，又有水准。这些年他在美国读书，少写中文，尤其4年前父母死于128后，很少写中文信，现在竟提笔难落墨。正思索着，秦嫂叫他下楼吃晚饭。下楼时，他听见侄子达喜和侄女达乐在饭前桌打闹。他走过去，把椅子挪在他们中间，让2个孩子一左一右坐在他两边，说不要说话了，祷告了。达喜做谢饭祷告。达喜说我不会谢饭祷告。宝慧说记得姑姑怎么祷告吗？达喜说记得，姑姑怎么祷告你就怎么祷告。他说完，忽有写信灵感，照搬徐永道求婚信的格调。他很快吃完，让秦嫂陪2个孩子，自己回房写回信。才几分钟，信已写完，只有4行。Dear Mr. 徐永道，逗号，人生难遇同道佳偶，岂能找到拒绝理由？我愿承受生命之恩，凭信与君守永约定。Your faithful, loving 严宝慧，民国25年9月6日，上海法租界。给徐永道的回信写好，他甚满意。永道2字嵌在诗里，怎么给林慕恩写回信是个难题，他不知怎么写才得体。忽觉眼皮沉淀，睁不开眼，看桌上闹钟已快晚10点，他常9点半休息，就先睡觉，明天再想给。
怎么给林木恩写回信。夜里，他梦见坐船到香港找穆恩，但没找着。在江边，他遇上逃难的人，说日军打来了。他跟着逃难的人跑，不远处火光冲天，枪炮阵阵，浓烟滚滚，尘土飞扬，枪声炮声夹杂女人孩子哭喊声。日军在后面追，他跑得精疲力竭，也不敢停步歇歇。凌晨4点，他从噩梦惊醒，发现一切稳妥，平安在家，但余悸未消，还存惊恐。他忙起身，梳洗完毕，跪在床边，祷告求主不要让梦境成真。祷告完，他回到桌前，静静坐着，默想许久。情绪平复后，给穆恩写信。亲爱的穆恩，来信收喜。前不久去杭州，主日在锦桥堂礼拜，巧遇令兄林先生，早闻其名，才得一见。令兄气宇轩昂，仪表堂堂，知他已归主，我心甚惊喜。当日令兄和友人送我到锦桥站，上车前令兄还送我一包水红绫。家兄不日去南京任职，兄姐忙碌无暇顾我。离开上海6年，早已物是人非，我已无家，寄人篱下。承蒙你举荐我为令嫂人选，实受宠若惊。思量我乃孤女，与贵府门户不配，令兄必应遇良缘。宝慧。民国25年9月7日，上海法租界。正要装信封，秦嫂叫他下楼吃早餐，他便答应秦嫂。秦嫂边写信封，把给徐永道和林木恩的信分别装入信封，用浆糊封好，贴上邮票。下楼时，他拿着2封信，准备吃完早餐，出去把信投到邮筒。不料匆忙中浑然不觉，他把2封信装错了信封，给徐永道的信装入给穆恩的信封，给穆恩的信装入给永道的信封。写好2封信，想办成大事。他心情舒畅，早餐比平时多吃了些。徐永道发求婚信后，忐忑不安等待，猜严某的反应。一天下午，他刚给高级飞行班学员上完课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通信兵给他1封信。他打开，迅速读完，气出声来说：林浩恩，我看错你了，你不仅不主动退出角逐，居然厚颜无耻，让妹替兄求婚。心里说：林浩恩，也算没看错你，你果真看上他了。他又把信读了1遍，断定林浩恩不好意思自己求婚，让妹替兄求婚。看到这一层，他心里咆哮，说：林浩恩，你不讲道义，咱们就决斗。正在这时，有人通知他马上去会议室，新校长黄光瑞上校召集飞行科轰炸组教官开会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收看。